要想红石玩得好，就得学习最新的技巧。大家好，我是你们好朋友乔哥。那么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我身后的这一些机器。那么这机器大家看一下，应该会知道我是要干嘛的。这边已经开了一个隧道，这其实就是把以前的 Comet 那种盾构机进行了一次升级，就可以让它一次投2个天梯。在今年年初呢，我也是看到有人发明了这种一次可以投2个天梯的这种盾构机。我最近玩的那个暮色服务器也是准备要开始炸地狱了，所以就昨天研究了一下这种盾构机，把 Comet 那种改良了一下。好，我们先不慌来说我设计的这种，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我最开始呢就是看到这位玩家做了这种盾构机，这玩家叫做小名渣渣太硬了，我也不会读啊，我的学识也比较有限，我不知道怎么读。我最开始呢就下了这个存档来看一下，然后发现我有点看不懂，有点大，这个还是有点大。我可以大概的给大家讲一下这里的盾构机它的延时装置呢是采用这种活塞轮的延迟方式。因为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做盾构机也是做了很多回了，它需要一个这种延时的装置，因为 TNT 它不能直接把它复制出来然后把它给抛出去，这样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让它在上面待一会儿，然后再把它抛出去，才能够让它在空中爆炸。好，我们在讲盾构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边的几个结构。这个结构我以前应该也讲过啊，这2种连杆它们都是在盾构机里面出现过的，它们是无延迟的这种电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边第一个就是在盾构机的尾部这后面，这是一个无延迟的，我们只用把它拉回来。好，我们看一下，好，这2个活塞它们都是同步的再往后面移。然后还有这边这一种，这也是无延迟的，这一种无延迟的电路呢是在这个下面，在下面运用到了。好，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只用将它推一下，这2边的活塞啊它也会动，并且也是同步的。那么在教程开始之前呢，我这里再补充一句，如果大家想做最简单的体积最小的这种双发盾构机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其他人的视频，毕竟我这个也不是做的最好的。我当时在改 Comet 的盾构机的过程当中，我也没有去参考其他人是怎么做的，然后做完之后看到还是有人能够把这个盾构机啊做得非常的小，非常的棒，这里也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不过这里呢，我是想把我自己一步一步改造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过程分享给大家。我觉得盲目去抄别人的东西，还不如自己去多去设计一下，多去体验一下这其中啊改造的乐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然后这边是 TNT 复制的部件，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大佬的一些设计啊。这一边的 TNT 复制是用到了一个栅栏门，然后我们把矿车什么的都给它放上。这个 TNT 为什么放上去不会炸？那是因为我用了这个 copy 的一个指令，你们不要直接放，你们该用活塞推的还是用活塞推啊。好，这样做呢，它很省材料，并且呢可以让这个 TNT 弹射出去。我们激活一下，它就直接飞出去了。而且，这是什么 bug？ 而且它每一次都可以飞出去，它不会说有的 TNT 还没有出去，直接从这里掉下去了，而是不会的。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呢，大家最好一定要看以前我讲过的，也不一定是我讲过的，其他人讲过的盾构机啊 ，Comet 的那种盾构机的教程，大家一定要看过，也知道这个老式的盾构机怎么做，然后才能够很好的理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教程。这里我做的有2种，一种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隔得宽一点，这里是隔了有7格，这里呢是6格，当然6格和7格是有差别的啊，不是说结构上的差别，而是说这里弹射出的 TNT 是会有影响的。隔6格我们可以来开一下，开关在这里，我们可以把 TNT 放出来看一下。好，你们会发现中间2个 TNT 它会往内侧落，这是什么情况呢？是因为它们隔得太近了，6格隔太近了，最外侧的 TNT 会把里面的 TNT 它炸出一个小角度，
往里面偏，所以最后炸出来的隧道可能就会造成某些地方，就比如这个地方有个方块没有炸掉，就会有这个问题。如果你把它做成7格的话，基本上就不会相互影响啊 ，TNT 之间就不会有相互的影响。至于这个6格、7格，我就先讲到这里。然后里面的思路啊，我们要先知道这里 TNT 如何让它复制2个，然后怎么样让它弹出去，这中间的思路是怎么来的。好，我们以这个隔6格的这种盾构机为例，我们先来讲一下这里我们要明白几个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呢，就是第一次复制 TNT 的时间，然后第2个时间点就是第2次复制 TNT， 第3个时间点就是弹射，最后把它弹出去。第一次复制 TNT 呢，这个大家应该都明白，我们以前讲过盾构机的时候啊，就应该知道，我们只要触发这里的开关，它把这后面的连杆拉回来，这里的 TNT 它就可以复制了。原理很简单，由于这里的红石块把它拉到前面来了，这里的活塞它会缩回来，然后被下面的这个活塞再推到前面去啊，这里我就不讲的那么详细了。然后呢，就会把这个活塞也推到前面去，这下面是有一个侦测器，朝上的侦测器，它就会被充能，然后往前面推，这就是第一次复制 TNT。然后第2次呢，第2次怎么做到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末端，我又给它加了一个这条电路，这里是用到了2个连续活塞，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侦测器，这里也有一个侦测器啊。这里放这么多活塞还有侦测器，就是起到一个延迟的作用。由于第2次发射 TNT 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延迟，你不能第一次 TNT 复制出去，然后紧接着就把第2个 TNT 也给复制出去了。那这样的话，2次 TNT 爆炸时间隔得太近，它就没法炸这么宽的一个范围，所以这个延迟一定要把它把握好啊。这里的延迟我也就不详细的去说了，大家可以去下载这个存档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我是说不清楚的。好，然后我们再看这下面的信号是会一直传到哪里呢？这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活塞一直往后面推，然后推到这里，这个地方啊，这下面这一排连杆就是我之前讲的这个无延迟的这一种，也就是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下面呢，好，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朝上的活塞，这个朝上的活塞啊，它会更新这一个侦测器，然后使它多推出去2下。这里有个2连发，这个2连发怎么做到呢？之前这里不是只有一个侦测器吗？我把这里加了一个侦测器，只要2个侦测器像这样串在一起，2个侦测器这样串联，我们只要这个时候推它一下，它就发出2次信号，1、2，它就发出2次信号。2次信号为什么要2次信号呢？由于第一次复制 TNT 这个活塞啊，它已经跑到前面去了，并且把这个复制机推到前面去了。然后第2次再复制 TNT， 那要怎么办呢？它必须先把这个复制机啊拉回来，然后再把它推出去，这样才能够复制第2次 TNT。所以第2次复制呢，它要推2下，也就是为什么这里要给它2次信号。好，后面就是一样的。这上面的活塞呢，原本是在上面的，我把它搬到下面来了。由于上面这个空间不够，所以把它搬到下面来。好，我们知道了这2次复制 TNT 的时间点，然后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下一步，还有这一个时间点，第3个时间点我说漏了，这里还有一个要调整 TNT 位置的一个关键步骤。这个步骤呢，2个 TNT 复制到这里来，它可能TNT 复制它可能会往右边偏了一点，它不可能往左边偏，因为左边这里被粘块给挡死了，它不会往左边偏，它要偏只会往右边偏。如果这个时候没有纠正的话，你直接把它弹出去，它2个 TNT 位置不一样，然后炸的时候就会其中一个把另一个 TNT 炸的往左偏，或者呢把它炸的往右边偏这2个方向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里要用一个活塞把它的位置推到这边来，
推到这边来之后，这两个 TNT 它位置就会重合，再可以把它弹射出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NT， 这个活塞它是怎么工作的。在第二次 TNT 复制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二次复制 TNT 的这一条电路，在它的下面还有一个活塞，继续往后面延伸，一直延伸到这一根粘块上面。这个弹射 TNT 的这个下面这一条电路呢，是从这个计时器这里连出来的。这一部分我没有怎么改，这一部分计时器，然后这里是反程的，这个地方有几个活塞啊。这一条电路呢，我并没有做什么改动，还是和以前的 commit 的那种差不多啊，只不过就是可能是多了一个粘块，少了一个粘块这种样子。然后这前面把它的形状改了一下，以前 commit 的那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不能这样做，由于这里有粘块，你要是这样做的话，那就和这旁边就粘住了。好，这就是隔6格的这种盾格机啊，大概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7格的这一边，这边大家不要有强迫症啊，不要看到这里两边都放的有方块，然后你硬是要把它补上，你一把它补上，这玩意它就坏了。由于它这里多加了一格，它就拉不动了，就不能再拉那么多了。然后这个加方块，方块是放左边还是放右边？这个怎么看呢？我们要以这个活塞为中间啊，在它的两侧放方块。那么这一头，理所当然就放右边，这一头呢，它就放左边，就这样子的。所以像 commit 的这一种啊，其实这个方块也是有多余的，这是多余的，可以不要，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然后里面的话，有些地方也有点不一样，由于这个是加长了，加长版本里面有些地方是比较极限的，像之前我做这个6格的，有些地方就是正好活塞它可以拉12个，你要是做这种加长版本，你往里面加一个方块，它就拉不动了，所以里面就会有一些细微的改变也不是很大，就包括这前面就变得不一样了。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台机器它运行的效果啊，复制第一次、第二次，然后把它推到右边去，最后把它抛出来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再多看几遍，让大家熟悉一下这个流程。第一次、第二次推，然后呢抛，好，再来一遍。好，关于这个盾格机它的爆炸的高度啊，能够炸多大一个窟窿呢？我这里也是测试了一下，能够炸22格，22格已经是很极限了。如果你想像这位玩家这样炸24格的话，炸不出来，是不能炸24格。炸24格你必须手动清理，中间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中间有很多会积攒很多东西，炸不掉，然后甚至 TNT 都掉不下去。它在上面爆炸，然后 TNT 直接掉到中间，它掉到中间卡住了。我觉得炸22格已经是比较极限了。如果你把这2次 TNT， 他们复制2次 TNT 的中间的延迟把它调短一点，这样会稳一点。当然你调太短了也不好，调太短了，毕竟这个机器它是配套的地吞，对不对？配套地狱吞噬者来使用的。如果你炸的这个高度不够，你到时候地狱吞噬者你根本做了就放不下，这样你这个盾格机做的也没有用。22格的话，可能放地吞还是不好放，有点不好放。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可能都得手动清理那么一小部分。然后这个盾格机还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你可能开100次，你会遇到那么几次，就是有 TNT 啊，它复制的时候它没有上到这里来，它直接从这个地方掉下去了，这个缝隙里面掉下去。虽然不会炸膛，但是可能会影响你后续的盾构。这个原因有点不明，我也查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它会掉下去。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用我的这一种盾构机的话，可能存在这种问题，但是几率还是比较小的。好的，本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
如果你觉得本期节目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的视频点赞还有3连哦。这里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大佬提供的一些思路啊，包括这里的 TNT 复制的模块可以这样做，然后还有这个地方需要把 TNT 把它位置纠正一下这几个点啊，要是没有这几个点，估计我也做不出来这样子的盾壳机。好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